在场的各位，是否有人反对这场婚礼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反对。时辰，你要干什么？珊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各大媒体都在，别搞得太寒碜。段叔叔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听你的了。我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公道。段天朗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结婚。段叔叔，这张照片不是合成的。我跟天朗是这种关系，他没有跟我说清楚，怎么能和别的女人结婚呢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居小姐，你也是生意场上的人，逢场作戏是手段，手段耍得好是你的本事，但拿手段当令箭，不太适合你的身份吧？今天是我们段家的大喜之日，你不要捣乱。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今天想请各位媒体帮我做主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段天朗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这一份胎儿检验报告。丁海，你还认为我在玩手段吗？段叔叔，你是长辈，我背着我爸爸来这里，已经丢尽居家的脸。我想，你一定会当着大家的面，给我们母子一个公道吧。麒麟，麒麟！爸，走，快等着，别看了，你说两句吧。别看了。如果那个 B 超照片是真的，那就恭喜你弟妹；如果不是，那就赶紧真的怀孕。麒麟，麒麟，怎么？你不相信我？相信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婚礼现场？因为你没有否认。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你真的不记得吗？没回家那天晚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承认跟珊珊在一起，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。我去向他讨证过，他跟我说，我们那天没有发生什么。那天他约我去，是说要放弃我，是想要设计陷害我。我们见个面吧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青灵，叔叔应该很生气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要换衣服，你走吧。我在这里等你。不要等我。珊珊，别喝，给我。莫非照片是那晚他拍的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我先走了。青灵，怎么了？现在看都不想看我，你是不信任我是吗？可你刚刚在婚礼现场，你还说……你别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哎，麒麟，考虑好了吗？爸，你跟青灵该有个了断了。我说过，我是不会放弃青灵的。是你自己犯的错，你就乖乖的接受惩罚，收拾好跟青灵的感情，然后对珊珊母子负责，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。我犯什么错了？负责？你知道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吗？尽快与珊珊完婚，这是最好的，也是唯一的解决方式。我敢确定，这是毁了我的方式。没想到我段正华的儿子是个这么自私的人。是我对你期望太高了，才会这么伤心吗？对不起爸，我脑子太乱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集团、家族背后的利益都牵扯进来了。董事们会很快召开董事会的。我也不想管你了，一切你自己决定吧。青灵，你回来了。你不肯看我，也不让我碰你。青灵，你已经给我定罪了是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可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珊珊所说的一切，这太荒唐了。有哪个女人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？何况是珊珊这样的名媛，她可是山城集团的大小姐，她和她爸都丢不起这个人。珊珊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珊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那孩子的事情我会尊重她的意见，可是对她，我只会把她当成一个坏人。青灵，那你呢？你还肯接受我吗？段天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！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原来
你是这么没有担当的一个男人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今天你们每个人都说对我失望，可是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和我爸，我两个最亲近的人，你们都已经给我定了罪。你宁可相信珊珊的一面之词，也不肯相信我。就算珊珊所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应该问问我现在的心情吧。从婚礼的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狱，我心情好受吗？所以你还没有决定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我想……我来替你决定。听叔叔的话，跟珊珊结婚吧。你疯了！我绝不会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就跟我妈一样，离开段家。婷婷，你脸色越来越难看了，回房好好休息。我等一下让兰嫂给你送药。不用了，我要去找叔叔，有话跟他说。哎，青灵，哎，小心！你在干嘛？丁海，混蛋！吴庆林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吴庆林，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老公！姐姐，不是这样的，狐狸精！你先投降你自己！姐姐，勾引我老公，不是这样的，狐狸精，放手！学学你干什么？没看见吗？是第二个欺负你的！天狼，弄死他！就是因为你！丁海真的是误会，不要打手，放手！别打了，丁海，松手！别打了，好了，松手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好端端一个家变成这副德行？你想要偷偷离开，招呼都不打一个吗？是因为我的出现，段家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要追究责任，这个家里谁都逃不掉。我们相遇本来就是错误的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不要否认，至少我妈的离开是因为我们两个。段家本来就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是我妈妈，只有我离开，妈妈才会回来，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精灵，不要走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要再劝我了。精灵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给我一个心愿吗？你说，只要不是很贵的心愿，你都会给我。现在，我就要使用这个机会。我的心愿是，你留下来，不要走。天狼，不要再孩子气了。我只希望能够天天看见你，不敢奢望太多，这也不行吗？你能不能为了我爸留下来？为了段叔叔。现在，你在苏娜阿姨的心里排第一位。你要是走了，苏娜阿姨就不可能再回来了。我爸的身体刚好，他一心等着苏娜阿姨回来。青灵，我求求你，就算是为了我爸留下来吧。傻瓜，只有我走了，我妈才会真正回来。可是只有你才会做苏娜阿姨的拿手菜，你要是走了，谁给我爸做？天狼，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。留下来吧。
青灵，如果你走了，日后我见到苏南要怎么跟他交代呀？你可是他的宝啊，我一定会为苏南照顾好他的宝贝。留下来吧，做我段正华的女儿，我会像对待亲生女儿那样对待你。青灵，至少要等到你妈回来吧。我段正华平生没有求过谁，今天就算我求你了。青灵，我爸都这么说了，你就留下来吧，啊？那我就暂时在这儿等我妈回来。好。你会跟珊珊结婚吧？天狼，还不帮你妹妹把行李拿进去？我自己拿。段天狼，你要干嘛？在我的结婚典礼上放重磅炸弹，你根本没有想给我活路吧？你别这么说，我不是也把自己搭进去了吗？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发生需要负责的事情吗？是，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谁知道会怀孕呢？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天意就不可为了吗？段天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那你希望我为了孩子娶你吗？婚姻有时候不全是爱情，也需要责任的。天狼，我们都不是孩子了，应该要学会承担责任。好，我可以为了这个孩子娶你，但请你记住，我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得已才会娶你，所以，在今后我们的婚姻里，不要对我有任何期待。不用考虑了，我们结婚吧。你从化工厂回来？怎么没和天朗一起回来啊？他没去接你啊？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你们俩没结成婚。都怪这照片把我害的，总让我记不起来。丁海，赶紧把这垃圾给扔了，把天朗和珊珊的给我换上啊！青灵，要不然这个你拿回去自己挂起来吧。不用了，帮我扔了吧。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这就是垃圾，是垃圾就要扔，留着也没用啊。留它干嘛呢？兰嫂，扔垃圾。叔叔，想你爸呢？没有。对不起，我没能真像父亲一样保护你。叔叔，你别误会，我是想妈妈和奶奶了。啊，到我书房来，有话跟你说。这段时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我是真没脸见你妈妈呀。叔叔，您别这么说，又不是您的错，都怪我和天狼没有听您的话，才变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哎，我都听说了，要不是你劝说，天狼也不会这么痛快的同意跟珊珊结婚。青灵啊，你为我们段家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是应该的，叔叔。
金玲，以后你可不可以真的把我当成你的爸爸？我不懂您是什么意思。以后你就是我段振华和苏楠的女儿。这个你拿着，是你应该得到的。股权让渡书？对，我把我1%的集团股份转给你了。叔叔，我不要。你已经是我段振华的女儿了，你有资格收下。叔叔，这样会让我觉得是我出让天朗得到的补偿。我不要。那就看在你妈妈的份上。叔叔，别让我更难堪了。谢谢您把我当女儿，可是我有自己的爸爸，我叫穆清灵。你还睡？拆房子？我要是你，就真的气得要拆房子了。又怎么了？你是我老公，段家的正牌女婿，可只拿到了酒店的1%的股份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可是爸却给了穆清灵1%的集团股份。什么？这么说，现在清灵身价比我高多了。他没要，可是万一哪一天他反悔了呢？看来爸对苏楠的感情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。万一哪天苏楠回来了，爸肯定会给他们母女俩更多的好处，到时候说不定整个集团都拱手奉上。不至于吧？毕竟你才是爸的亲生女儿。等天狼娶了珊珊，他就坐正了段家继承人的位置。如果爸再偏向穆清灵，那我在段家的位置就更一落千丈了。我输给天狼没什么，他是我弟弟，可是我怎么能输给穆清灵呢？你先别着急啊，别杞人忧天嘛。你倒是快点想办法才是真的。喂，哪位啊？妈，你回来了。你妈妈？行，那我明天去接你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明天见。爸，你看谁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昨天一早就到了。哦，本来妈是要住酒店的，我已给拉回来了。咱们家这么大的地方，干嘛要住酒店呢？多不方便，是吧，爸？不方便是吗？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还是走吧。爸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亲妈，在家住几天都不行啊。再说又不是跟你睡。对不起啊，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妈在这里住几天嘛。再说我们家有那么多空房间呢。算了，雪晴，别让你爸为难。真的，妈住酒店挺方便的，我来拿东西。爸，就住这儿吧。你确定？我突然有点透不过气来。人都来了，雪晴，扶他上楼吧。哦，怎么样，妈？来看一下你的房间，我帮你把行李放好啊。来，先放这儿。妈，房间怎么样？终于回来了。破照片怎么还在这儿啊？
我不是让人给扔了吗？真是的。兰嫂，哎，兰嫂，照片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不是让你扔了吗？哎呀，那个我那天正要拿出去呢，结果碰到天朗回来，他让我放在这儿的。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天朗马上要跟珊珊结婚了，珊珊要看到这照片肯定会不高兴的。怎么办？你负责啊。对不起啊。好了，雪晴，不怪他。谢谢啊。这位怎么称呼啊？叫太太。怎么，不会叫吗？啊，太太，以后这样的东西就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家里了，好吗？好的，我马上就去扔了啊！赶紧扔了。倒2杯温水过来啊。哎，好的。来妈，咱们先坐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告诉妈妈是不是？天朗跟那个青灵感情很好啊？是穆青灵，天朗像被下了蛊一样。妈，等他回来，真得好好说说他。哎，你爸今天没去上班啊？自从那个苏南走了之后，爸就一阵一阵的，心情好一点就去上班，心情不好就待在家里。宝贝儿，陪妈妈去趟超市好吗？现在啊，行，走吧。宝贝儿。哟，妈，你可真行啊，做这么多菜啊！对呀，终于可以吃到妈妈做的菜喽。爸，你看，我妈做了一桌菜给你。什么时候学会了这般手艺啊？在美国那么长时间，慢慢就学会了。一直想给你露一手的，没想到还真的等到今天啊！妈，哎呦，儿子，真的是你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妈妈，妈妈想死你了，想妈妈了吧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让我去接你啊？妈妈舍不得折腾你嘛。妈，想死你了！哎呀，儿子，宝贝儿。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穆青玲，这是我跟天朗的妈妈。妈，她就是苏南的女儿。阿姨好。啊，穆青玲是吗？嗯，长得挺可爱的。哦，对了，正好来了，可以吃饭了。洗手了吗？这些都是我妈做的菜。穆青玲，你说是我妈做饭好吃，还是你妈做饭好吃？哎，姐，都好。谢谢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的手艺跟你妈妈一样的好，什么时候我可以尝一尝？明天早上呗。你没问题吧，穆青玲？很期待啊。妈，快入座吧，菜都凉了。对，来，走，来，吃饭。吃饭。妈，那你是住在家里吧？我废话，咱妈不住家里住哪儿啊？当然住家里了。怎么不欢迎啊？怎么会？妈，快坐。哎呦，妈妈看到你们太高兴了。快坐。坐，青玲。妈，你越来越美了。真的。老公，来了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把妈接回来了。爸同意了。怎么约我来这儿啊？现在外面比家里安全。啊？雪晴，我找你来，主要是想给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度假村承建方偷工减料的证据。雪晴，我打算换掉合作方。换掉合作方？怎么换啊？
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。他们不老实，如果是豆腐渣工程，那怎么办？正太已经跟他们长期合作很久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，应该还值得信赖吧。这样吧，明天我跟他们的负责人谈一谈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雪晴，你听我说，这次的合作方一定得换，趁现在由你负责的时候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天朗跟爸要求要负责这次的工程项目，爸一定会答应。天朗不会这么做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这么做？你之前还说他不会娶珊珊呢，现在不是娶了吗？可是雪晴，你听我的，你得培养自己的团队。天朗和珊珊结婚以后，你伸展的空间就变得更小了。现在连青灵都是个威胁，你一定得有自己的势力。你想换哪家公司？我之前在杂志社的时候，接触过几家还蛮靠谱的建筑商。这件事交给我，你安心的帮妈夺回在段家的位置，这样苏南、青灵母女就不会鸠占鹊巢了。我们夫妻俩，一个对内，一个对外，那真算是里应外合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只有彼此。珊珊给了天朗钱，做他的翅膀，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，给你不同的翅膀，一样让你展翅高飞。相信我。来了，坐。怎么样了？对方很讲诚信，你跟他们签完合同，回扣立刻到账了。事先说好的那笔钱是要分成几份，然后对，那些钱要给段雪晴留一部分，不拉她下水，我们就没有靠山。至于剩下的嘛，之前网络专家团里有个客户做建材的公司，你有印象吗？当然。入股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度假村的工程需要多少建材吗？你的意思是入股后把度假村的生意都交给他们？你的脑子可真好用啊！承蒙夸奖。亲爱的，帮我签个字。什么呀？度假村最新供货商？你这动作也太快了吧！建筑商刚换完，你又换供货商，动作这么大，你不怕我爸起疑心啊？趁着家里现在有情况，尽快把事情搞定才是上策。你不会拿什么好处了吧？我们可以留一部分给自己。你真拿了？雪晴，不然你哪来的钱买正泰的股票？可是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万一爸知道了……爸不会知道的，我们一切都按照合法的规章办事。过几天，等天朗和珊珊一结婚，正泰和山城合并，股票必然再涨。你想要错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吗？我们得赶在这之前抢入正泰股票。听我的，不会错的。放心吧。好久不见了。你故意避开我，看见也当作没看见，自然好久不见。没吃饭吧？吃完再走。儿子啊，药。
儿子，起那么早啊？你们那么乖。妈妈真的没有看出来，你们兄妹之间相处的挺好的。我只有姐姐没有妹妹。啊，公才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早点回来啊。青林，等了1个星期了，终于等到你做早饭了。我准备了杂粮粥，还有烙饼、咸菜。杂粮粥是 OK 的了，但是烙饼的话，我想早上的第1餐，你让我吃这个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不是，你妈妈当了主妇那么长时间了，她没有跟你讨论过这件事情吗？那就晚上吃。哦 ，no， 食品最讲究的就是新鲜。你想想看，这个馅饼要是放到晚上的话，都已经坏了几百回了。倒掉吧。啊！哎呀，咸菜呀！No， 咸菜是腌制食品，是致癌的，绝对不能吃的。哦，太可怕了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吃。看来以后啊，家里早餐还是交给我吧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你先出去吧。以后别进厨房了。你都听见了。大家都要上班，你也不是在家闲着的人。谢谢你，替我着想。雪晴她妈妈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能避就避。阿姨说的对，我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而且想的也不周到。青灵，你不是个完人，你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别为难自己，我看你这样受委屈，我会心疼。别说这样的话了，别人听见该误会了。我走了。别让我担心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好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什么做的不好吗？很好啊。丁海，你应该很讨女孩子喜欢吧？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有啊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妈，你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怎么是开玩笑呢？丁海，你呢是我的女婿。当初你爸选女婿的时候，妈妈投的可是赞成票啊！不要让妈妈失望啊！还有这件事啊？当然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跟青灵熟吗？还行。我本来以为啊，一个寄人篱下的女孩子，在别人家里应该是很孤单的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其实她跟我们段家的男人关系都挺好的。那她是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啊？这个我不清楚啊。妈，我去叫雪晴下来吃饭。哦，不用，你忙着吧，我去叫我的女儿下来。啊。我怎么有种不妙的感觉？妈，起来了。哎，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，妈？来，过来坐。来，你坐下，妈有话要问你。宝贝儿，你告诉妈妈，是不是每天早上
你老公都比你起得早啊。嗨，他让我多睡10分钟。哎呦，10分钟，你知道，在你睡觉的10分钟里面，他在干些什么吗？啊？你告诉妈妈，他平时跟穆青林处得怎么样？妈，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妈是想提醒你，在你睡觉的10分钟里面，他跟穆青林单独相处了。在同一屋檐下，难免有单独见面的机会，不代表他们有什么。再说了，丁海他也不敢。哎呀，闺女啊，妈跟你说，这男女之间最怕的就是单独2个字。你忘了，要是当年我不让你爸跟那个女人单独相处，那我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孤孤单单的在国外那么多年。妈妈，我相信丁海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因为青灵跟丁海吵架，要不然到最后赢的还是青灵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妈妈不是让你跟他吵架，我是要提醒你，这男人该管的时候一定要管，放任不得。妈妈是过来人，你一定要听妈妈的好吗？好了，妈妈，我听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丁海，你去哪儿啊？工地啊，那个股票的事，我已经开始着手了。哦，你小心点儿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走了。哎，你早上跟青林说什么呢？我问他天朗和珊珊结婚之后，他有什么打算？他说没想好。就这些？过2天我再谈谈他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你以后试探青灵要提前跟我说一声，要不然我绝不饶你。是，以后我会跟你提前汇报。走了。我绝不能像妈一样，我的男人一定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雪晴姐，雪晴姐，咦，摸一下小外甥都不行啊？不行，怀孕了不起啊？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是第1次怀孕，紧张嘛，你不会因为这个事跟我生气吧？不敢。姐，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。什么事儿？我约了青灵在这里见面，告诉他我要结婚，邀请他参加。约在哪儿了？我送你去。青灵，珊珊啊，快坐，慢一点啊。青灵，珊珊肚子里可是我们段家的宝贝，你记得说话注意一点，千万别欺负她。你已经害我没了孩子，如果你再敢害珊珊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姐，青灵怎么可能会气我呢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真不用我陪你？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行吧，青灵，那我就把我的弟媳妇儿交给你了。差点忘了，珊珊现在也是你的嫂子，照顾好你的嫂子，啊。青灵，谢谢你了，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我这辈子都会记得的。别说这些了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还记得我刚从意大利回来，你跟我说的话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会祝福我和天朗，祝我们俩白头偕老。谢谢你啊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一定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吧？珊珊，你太残忍了。怎么会是残忍呢？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虽然中间我们有些不愉快的插曲，但现在一切都已经雨过天晴了呀，一切又可以回到从前，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回到过去吗？一切都物是人非。对不起，
我只能食言了。我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也不想违心的去祝福你。避开你们，是我作为朋友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。你的意思是说要跟我绝交吗？可我们以后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那没关系啊，雪晴不是说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嫂子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嫂子，你终于认清这个事实了。秦岭，早。要结婚，激动的睡不着吧？确实一晚上没睡。我今天有事，你也知道，实验室很忙，然后晚上还得加班，婚礼肯定是去不了了。祝你新婚快乐，拜托谢了。你记住，我答应结婚，是为了让你留下来。这个是我们酒店特意为他们定制的婚礼西点。爸，你看，这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梦幻婚礼。不错。今天来的都是社会名流，不能有半点错误和闪失啊。您放心吧，我已经让丁海去后厨检查了。这里你检查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好的，爸，你先好好看看吧。不能反悔啊！我知道，作为男人就得有所担当。苏南阿姨白走了，我们父子俩的八字还真浪。振华，儿子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？快走！妈有什么事吗？珊珊来了，你得去看看自己的新娘吧，快！以后有的是机会看。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也得去跟你的老岳父打个招呼吧？快，赶紧走！不去，随他吧，但结了婚就由不得他了。走，快点啊！怀孕了。清明，天老，你干嘛？
天狼，这么多宾客呢，别给咱妈丢脸。那天，你毁了我跟青灵的婚礼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毁了这场婚礼？不可以吗？段天狼，你天狼，你干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呢，你想让伯父知道吗？再说爸还有高血压。段天狼，天狼，天狼，总经理，天狼，你冷静点。珊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个人要把婚礼完成。我去看看天狼，看着他，啊，加油！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亲朋好友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！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对新人，段天朗先生和居珊珊小姐的幸福结合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贵宾的到来，我是今天的新娘居珊珊。天狼怎么没进来呀？我的新郎天狼的病发作了，他不早就治好了吗？先别管。我一个人在这撑场面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寒酸啊？不会，谢谢大家。虽然我人站在这儿，但是我的心已经飞到新郎那儿了。我想回去陪他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在宴会厅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食物，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。谢谢大家今天能来。天朗的病不是好了吗？亲家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该我们上场了。有请新郎新娘二位父亲为我们祝新婚贺词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天朗和珊珊的婚礼。等一会儿，我和亲家给大家敬酒。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参加珊珊和天朗的婚礼，非常感谢。希望大家今天能在这儿吃得好，玩得开心。谢谢大家。天狼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人，爸的面子怎么办？还有珊珊，段天朗，太过分了！珊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客人呢？你爸和我爸在，这场婚礼还不了。是，还不了。我没想搅局，只是单纯的不想参与而已。段天朗，天狼，你怎么了？总经理，天狼，给你拿杯水。天狼，你没事吧？天狼，你醒醒啊！儿子，怎么样了？你好点了吗？啊？哦，对了，珊珊，你赶快把天朗扶到房间去休息吧。啊。我已经没事了。哎呀，你吓死妈妈了！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？珊珊，你赶紧跟天朗上去休息，等下饭好了，我叫你们。
上去吧。对，珊珊，快去吧。赶快上去吧。爸妈，姐姐夫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等一下，珊珊，以后你还是叫焕平阿姨好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爸，我是天朗的亲生母亲，我儿媳妇叫我一声妈怎么了？再说那女人不是不在吗？爸。爸，我跟天朗结婚了，那天朗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。再说，我从小就把焕平阿姨当成自己的妈妈。如果南阿姨回来的话，那是我好福气，有2个婆婆。爸，爸，妈，别生气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天朗，天朗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了10几年才等到这一天，终于嫁给你了。我去书房。天朗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怀着孩子，早点休息。你。你的宽容不是怯懦，原谅我错过的太多太多，不变的是你的承诺。我要用心对你诉说，欲望埋下苦涩的果，那么痛，背叛让我一错再错，谎言越来越多。沉住气，这可是你的洞房花烛夜，知道吗？狗屁洞房花烛夜！段天朗、穆青林把我人生最宝贵的一天给破坏了，我一定饶不了他们。好了好了，小声一点，别把你爸给吵醒了。妈，我要去找爸，我要他给我评评理。好了，听话，别闹了，好吗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珊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妈，你怎么能喝酒呢？给我钱！妈，你管管她。行了，她心里不舒服，让她喝吧。她是孕妇，不能喝酒。她没怀孕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爸去美国的时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们准备了什么绝招。结果后来我看新闻说你大闹天朗的婚礼，我就知道了，怀孕肯定就是你想要夺回天朗的手段了。怪不得你不让我碰你肚子。这么说，你跟天朗没发生什么？那些照片哪来的？孩子都能弄出来了，几张照片算什么？你说这样的谎，爸和天朗知道了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我们3个人不说出来，是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妈，她是孕妇，她肚子不大，谁都会知道的。没有了洞房花烛夜，肚子怎么大得起来？穆庆林这个狐狸精，那母女俩真不是一般的难缠。老的刚走，小的又过来夺我们家男人，真是不可原谅。好了，你们俩给我听着啊，男人是要面子的，你们要给足面子。那到时候，即使他们不爱你们俩，他也不好意思，就不会离开你们了。这是妈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，你们千万不能像妈一样，听见了吗？我还不够给他面子吗？洞房花烛夜，他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，跟穆庆林那个狐狸精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还要怎么做？我还要给他们拉上窗帘，然后盖上被子吗？我好恨，好恨！你的妈听着啊，这口气我一定帮你们出。没事的，抱歉，跟你说了那么多狠心的话，那些都不是我的真心。可我的真心没有机会再告诉你了。天朗，我想好好的跟你告别。失去了清灵，那该死的恶魔又回来找我了。又是因为段天朗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他真差劲，总是让你流泪。跟他无关。秦岭，离开这里吧。在这里看着天朗和珊珊出双入对，你只会更痛苦。你现在每天都在避开他，下了班也不敢回家。离开这儿。不用担心生活，我会帮你。你不懂，我现在还不能走。你知不知道，看着你这样我很心疼，可是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不用同情我。不是同情你，我是……你真的不懂我的心吗？